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兵大学问的孤兵系列。之前的一期我们介绍了孤兵的基础、理想的局面、攻守双方不同的策略等等，大家有时间可以回顾一下。今天我们继续孤兵的研究，这次呢是象棋里非常经典的阵地战上常常能碰到的地线孤兵的情况。提到孤兵，就不可避免的要提及这个地线孤兵，也就是英文的 Isolated Queen's Pawn， 简称就是 IQP 的局面。由于它经常出现，掌握的好呢，可以帮我们赢棋，反之，我们将不可避免的被它所累。现在的局面就是 IQP， 白方有一个地线的孤兵，之所以重要呢，就是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孤兵，而是一个中心的孤兵。而王前兵呢，也就是翼线的孤兵的局面呢，没有 IQP 常见，但处理方法是类似的。我们先来看地线孤兵的形成过程。白方后兵开局，第4，黑方第5，双方出动王翼的马。白方拱兵到西4，黑方拱兵到E6，形成了拒绝后翼弃兵的这个常见的局面。白方拱兵到E3，黑方西5，现在呢就形成了对称的局面，也就是塔 rush 兵形。接着双方出动后翼的马，现在仍然是对称的局面，中心换兵在所难免。如果白方先换兵呢，我们看如果白方西兵先吃地兵，黑方翼兵吃回，接着继续换兵，好，黑方成为了有地线孤兵的一方。但如果我们稍加变化，比如在白方第6步的时候，他不换兵，而先出象，让黑方先开始换兵，同样黑方开始西兵换地兵，白方翼兵吃回来，紧接着黑方继续换兵，现在呢白方就成为了有地线孤兵的一方。也就是说，哪一方先开始换兵，对方就会出现 IQP。 目前的兵形呢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兵结构，这就是 IQP 的形成过程。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呢，是对一个理论上较弱的这个兵的评估。然而尽管理论上它很弱，但是它却充满了能量，很可能成为获胜的关键。这就很矛盾了， IQP 用得好呢，它是宝贝，用不好呢，就成了烫手的山芋。简单的说，如果能够在中局利用好地线上的孤兵，那么它对于对手来说是相当危险的武器。但如果不能在中局发挥它的作用，在残局里它将成为地线孤兵拥有者的沉重的负担。目前这个兵形呢，E5和西5这两个点呢是白方的据点，而第5呢则是黑方的据点。虽然都是据点，但产生的威胁却相差很大。比如说白方把马放在了 E5， 而黑方把马放在了 E5， 它们产生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。我们看它们的效果有哪些不同。白方的马已经来到了黑方的阵营里了，离黑王更近，而且瞄准着王翼，威胁会更大。而黑方的马呢，还在自己的半场里边，离白方的王较远，而离后翼较近，没有那么大的威胁。因为没有什么比王翼进攻更直接的了，攻击到了王就可以直接把对手将死，而攻击到后翼却没有这个效果。因此白方是有先手的，是有无可争议的优势的。所以这个兵不但保护着白方E5和西5这两个重要的据点，而且它的能量还在于它是渴望扩张的。如果它可以，它会继续推进到第5的，形势又将会大不同。当然我们只简单的把马放在了这个兵形里边，中局的时候应该有更多的子力在上面，可以看作是一种复杂的局面，对地线孤兵的一方是有利的。但如果真的进入到了残局，仍然还是这种兵形，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局面呢， E5和西5两个格子在残局中的评估必须与中局时有所不同，因为在残局阶段不再考虑对王翼的进攻了，所以白方的 E5上失去了一些光泽，而黑方第5呢，则变为更为重要。如果在进入残局之前没有赢得其他的优势，那么白方的这个兵形就必须被认为是不好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白方不仅因为孤兵缺乏保护而受到困扰，还因为白格在它周围的这几个白格第5、西4和 E4 可能也会变得很脆弱。让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局面，白方国王在西4，象在第2，黑王在西6，黑马在 E7， 地线上的孤兵绝对是弱兵，因为这是残局，而且地兵没有办法再继续推进了。
黑方可以容易的控制孤兵周围的这些白格，而白方却没有白格象了，只能任由黑方在白格里随心所欲。比如黑方可以通过马的将军来迫使国王离开西四，把他赶走，然后黑王可以占据这个第5格，然后沿着白格，比如西四或者是E四进一步的进入。在所有的这些情况下，第5是黑方的据点，它应该被视为黑方位置的关键点。从这个格，黑方将实施封锁、集中和机动的运子，第5格就是进攻的通道了，也是所有子力行动的集合点。而这个第5格现在呢，是被黑方牢牢地控制着，而白方的E5格的据点已经没有第5好用了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，白方在残局中地线孤兵成了绝对的弱点，那是因为第4兵所受到的威胁和第5格的重要性所造成的。此外呢，白格第5、西4和E4往往会变得虚弱，而白方E5上的优势呢，也失去了它以前重要性。所以不仅孤兵本身容易变成一个弱点，而且围绕它的格子也会变成弱点。那么在中局中，地线孤兵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？现在的局面是尼姆佐维奇的经典场面，双方来到了第19步，白方有地线孤兵，并且白方的马在最好的E5格这个据点上，而黑方呢也有一个马停在了最好的第5格上，成功的挡住了白方地兵的推进。所以目前双方布局都很好，黑方更是几乎所有的子都互相有保护，比如这些兵、象、车之间、马之间，这都保护得非常好，而白方也是差不多的。双方是均势的。现在呢，该到黑方走棋，他注意到他在 F6 上的马没有好的前途，所有前进的道路都被控制住了，比如说 E4、G4、H5， 所以呢，他想给 F6 上的马找一个好的前途，马跳到了 E8， 他准备去更有前途的第6格。但其实呢，虽然 F6 上的马没有好的进攻的价值，但是它却是一个重要的防守子力。黑王有这个马在身边会安全的多，因为它控制着王前重要的白格，比如 H7、H5， 甚至是重要的 G4 格。而白方的后和白格象都随时可以来到王前的这些白格了，可以随时杀到这几个格子上。正是因为这步退马给了白方进攻的信号。我们来看白方的攻势是怎样开始继续的。白方先是后到 H5， 马上有将杀的威胁，如果刚才的马不退的话，后是永远没有机会来到 H5 的。这里黑方为了应付这个一步杀，所以拱兵到了 G6 来挡住这条白格线。白方挪后到 H6， 黑方跳马到了 G7， 加强一下王前的白格的防守。但自从黑方拱兵到了 G6， 王前的黑格就已经沦陷了。首先是允许白后到了 H6， 接着白方黑格象也可以杀进来了，到了 G5。 捉后，在这里呢，黑方看到了一个明显的用兵来捉双的这个计划，所以拱兵到了 F6。 但是每当兵移动了，总有一些格子的防御下降，这里呢就是 E6 和 G6。 E6 呢我们攻击不到，但 G6 白方可是有2个青子在瞄准的。白方的进攻子力是足够多的，所以这里大胆的象吃 G6 兵。由于这里有下步一步杀的危险，所以黑方是被迫用兵来吃象的。白方继续用马吃兵来到了 G6 格捉双，黑方挪后，白方后到底线将，黑方挪王，白方退后，黑方终于有机会来吃掉这个象了。但又一次兵又动了，那哪里的防守减少了呢？可怕的捉双格 E5 空出来了，白方跳马回到 E5， 黑方在这里就投降了。我们返回到刚开始的局面，拥有地线孤兵的白方，他的攻势是怎样开始的？首先，白方需要搭建一个牢固的局面，自己的马可以安全的停在 E5 格，这个严重威胁黑方王翼的格子上。那他怎样才能安全的停在上面呢？感谢我们的地线孤兵吧。这个兵没有其他的兵在保护，理论上是一个绝对的弱兵，但它又实在是太重要了，中心的2个据点全由这个兵来支撑着，所以用其他的子力来保护它，这个地线孤兵是非常重要的。这里白方的黑格象正在执行的这个任务。这些条件满足之后呢，白方只需要等到真正的机会出现的时候，攻势呢自然就会出现。
这里黑方退马就是一个攻击的信号，白格空虚，白方的后和象就可以杀进来了。总结一下就是说呢，当我们是拥有地线孤兵的一方的时候，首先要保护好它，然后要尽量利用它的据点，如果能有马能停在上面，那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注意尽量在进入到残局之前，利用地线孤兵来获得其他的优势，利用这些优势呢，来帮我们在残局中获胜。也就是说，在获得其他优势之前，尽量少换子，避免过早的进入残局。相反，如果我们的对手有地线孤兵，我们就要反过来对他施加压力，比如消除掉保护他的子力，而且最好用马，在这里我们用马来挡住地线孤兵前进的格子，也就是第5上。在双方军事终局的开始之后呢，尽量的跟对手换子，把对手拖进残局，那样我们将把拥有 IQP 的一方带到绝境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小兵大学问的全部内容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